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南云吉泽先生所著的《不失智的饮食与习惯》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我们都有可能是潜在的认知症患者，但现在还可以阻止它的发生。第二，绝对不能购买的食物，吃了可能会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第三，能够预防认知症的3种食物。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我们都有可能是潜在的认知症患者，但现在还可以阻止它的发生，来开始解释。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身体和皮肤会老化，我们的大脑也会老化。目前，认知症患者数量的增加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认知症患者约为35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6570万人，到2050年将增加到11540万人。认知症患者增加的趋势是全球性的，日本也不例外。预计到2025年，日本每5人中就有1人会患上认知症。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20多岁的人到了60多岁时，每3个人中就有1人可能会患上认知症。这样看来，认知症并不是别人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认知症的预备军。如果你有以下症状，那么你很可能已经是认知症的潜在患者：1. 严重的健忘；2. 判断力和理解力下降；3. 无法辨认时间和地点；4. 性格巨变；5. 强烈的不安感；6. 失去了动力。在日常生活中，认知症的征兆无处不在。及时发现这些小的征兆，并在早期进行预防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现代医学还无法完全治愈认知症。为了不患上认知症，我们必须尽早进行预防。一些研究表明，与遗传因素相比，认知症的发生与生活习惯的关系更大。因此，作者在本书中提到，通过在50岁之前改变生活习惯，可以有效地预防认知症和认知障碍。具体来说，男性在60岁，女性则在50岁时开始改变生活习惯，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一直在公司工作的男性通常在60岁时退休，此时他们可能会发现，除了工作以外，他们在生活中没有其他的重心。这些人为了家庭或自己而努力工作，职位和地位也逐步上升。然而，一旦退休，他们可能会发现，除了某某公司的领导这个身份之外，他们没有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也不擅长烹饪，没有特别的技能，也没有足够的精力、体力和经济实力来开始新的事业。这种巨大的生活转变会让他们感到震惊和失落。尽管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可能很难，但正因为退休带来的生活转变，60岁是一个改变生活习惯的绝佳时机。对于女性来说，50岁必经期也是一个改变生活习惯的好时机。在这样的身体、心理和环境变化的时刻，改变生活习惯可以更加顺利地进行。除了改变生活习惯以外，设立人生目标也非常重要。作者认为，有着明确人生目标的人不容易患认知症。那么，大家是否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呢？如果目前没有目标，应该停下来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究竟为什么而活。因为有研究表明，设立人生目标有助于维持认知能力，减少认知功能下降的可能性。更有研究指出，找到人生目标的人比那些没有人生目标的人寿命更长。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强调了设立人生目标的重要性。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仅仅设定人生目标就能维持认知功能并延长寿命呢？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明了。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人，会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尝试戒烟，控制饮酒，选择健康的饮食。此外，为了提高自己的表现，他们还会定期进行锻炼。正因为有了人生目标，这些人会做出更健康的选择，所以他们往往会更长寿。设定人生目标不仅对我们的认知能力有好处，
还对我们的身体表现有着积极影响。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方向会促使我们不断努力，从而获得实现目标的专注力和动力。当我们清楚自己在追求什么，并基于此采取行动时，我们的精神集中度和警觉性都会提高。因此，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设定明确的人生目标，保持认知健康，延长寿命，并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接下来是第二部分，绝对不能购买的食物，吃了可能会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摄入的食物构建而成的，而我们的大脑自然也是由我们吃的东西构建的。因此，食物对我们的大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为了避免认知症，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日常饮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些会增加患认知症风险的危险食物，因此我希望大家首先避免购买这些食物。这些食物包括以下4种：一、市售的沙拉酱；二、包装上标有氨基酸等成分的食物；三、对身体毫无益处的精致白色食品；四、去皮的水果。接下来我将逐一进行解释。首先是第一个绝对不能购买的食物，市售的沙拉酱。现在许多人定期食用沙拉，因为它被认为对我们的健康有益。或许有些人在外用餐时会点沙拉来补充蔬菜的摄入量，但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市售的沙拉酱。坦率地说，即使您吃了一大盘健康的沙拉，如果您浇上了不健康的市售沙拉酱，那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如果您过量使用沙拉酱，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所以需要非常小心。在超市里，你会发现各种口味的沙拉酱，比如法式、意大利式、中式、凯撒沙拉、芝麻酱、青紫苏、塔塔酱等。您的冰箱里可能也会常备几瓶。确实，加了这些酱料后，沙拉可能会更美味。在现代社会，人们更注重方便和美味，而不是营养和健康。这也适用于沙拉酱，因为市售的沙拉酱中含有大量不健康的成分，比如市售的沙拉酱里通常含有砂糖、盐、沙拉油、化学调味料、反式脂肪等成分。如果您不相信，不妨有时间看一下沙拉酱包装上的成分表，您可能就会大吃一惊。例如，为了增加口感，许多市售的沙拉酱里添加了砂糖或糖浆，而摄入糖分会导致血管内的蛋白质和糖分结合，形成 AGEs， 损害我们的血管。砂糖也是所谓的空热量，几乎没有任何营养成分，只会增加卡路里的摄入量。因此，作者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购买那些含有糖分的沙拉酱，即使在成分表上没有明确标出糖分的情况下，也要小心注意。许多制造商为了隐藏产品中的糖分，常常会采用玉米糖浆、糖蜜或葡萄糖果糖等其他术语。然而，这些原料本质上都是砂糖，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尽量避免。另外，不仅仅是沙拉酱，许多受欢迎的调味料，如番茄酱、烧烤酱等，也以砂糖作为主要成分。我们也需要特别注意，沙拉酱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糖，沙拉酱通常还含有大量的盐，这会对我们的健康不利，因为摄入过多盐分可能会导致高血压，伤害血管和细胞。沙拉酱中通常还含有大量的油脂，其中的亚油酸会转化为花生四烯酸，这会刺激过敏反应，并导致血栓形成。市售的沙拉酱中还常含有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摄入过量会损伤血管，增加患心脏疾病的风险。此外，化学调味料也经常被添加到沙拉酱中，这些化学物质对神经传递有兴奋作用，且容易导致上瘾。综上所述，市售的沙拉酱中添加了各种不利于健康的成分，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或许有人会觉得没有沙拉酱，沙拉就不太好吃了，这点我也能够理解。但作者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不含添加糖和其他不良成分的沙拉酱，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自制的沙拉酱，因为自制的沙拉酱通常更加健康，而且制作起来也并不复杂，利用几种简单的食材和搅拌机，
您就可以制作出美味又健康的沙拉酱，非常值得一试。作者喜欢在吃番茄时不添加任何调味品，而对于黄瓜，可能会沾一些自制的味噌或者直接生吃。对于白菜来说，则会撕碎后用无添加的盐海带进行搅拌，再淋上一点芝麻油。而对于萝卜来说，则会切片后用盐海带搅拌再食用。这样一来，不仅省去了料理的麻烦，也不需要使用沙拉酱，盐分也相对较少。相较于市售的沙拉酱来说，这种吃法对身体的负担要小得多，也能够享受到蔬菜本身的原味。我希望大家尝试一下各种健康的替代品，而不是市售的沙拉酱。接下来是第二个绝对不能购买的食物，包装上标有氨基酸等成分的食物。很多人在购买食品时都习惯查看后面的成分标签，他们可能已经留意到，很多食品中都含有调味料、氨基酸等这种成分。化学调味料其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您吃的很多食品中都已经含有谷氨酸钠，而标签上写着调味料、氨基酸等的食品，就是指这些化学调味料。为什么化学调味料不好呢？因为谷氨酸钠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食用后会刺激大脑产生愉悦感，导致人们不断增加食用量，容易形成上瘾。顺便提一下，平时不食用化学调味料的作者，偶尔在外面吃饭时，如果吃了含有谷氨酸钠等化学调味料的菜肴，会感到头晕、胸闷、身体不适。我相信你们中也有一些人在外面吃饭后感觉身体不适吧？这些不适可能就是由化学调味料而引起的。此外，研究表明，摄入过多的谷氨酸钠可能会引发头痛、恶心、视力模糊等各种健康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哮喘、癫痫等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因此，最好尽量避免摄入。基于以上原因，作者建议大家不要使用这些调味料，而是使用发酵食品来增加食物的美味。以前的人通常会将肉或鱼浸泡在酒酿或曲中进行烹饪，酒酿或曲中的发酵细菌酶能够增加食物的美味。同样，印度人会在酸奶中加入鸡肉，用坦杜尔炉烤制出美味的坦多里鸡，这些都是利用发酵食品来增加食物美味的典型例子。相比之下，化学调味料是工业生产的纯度为99%的氨基酸，通过添加盐和糖到食品中，使得食材的原味变得不可辨识，让我们的舌头变得麻痹。因此，作者建议大家尽量避免购买含有这些成分的食品。接下来是第三个绝对不能购买的食物，对身体毫无益处的5种精致白色食品。作者在本书中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注意糖的摄入方式。您知道认知症有一个别名叫脑部糖尿病吗？正如这个名字所示，糖的摄入会增加认知症的风险。最近的研究表明，糖的摄入与认知症的发病之间存在着可怕的关联。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摄入大量糖分与体内炎症水平的升高之间存在着相关性。这种炎症会导致脑部缠结和斑块的形成，还可能会直接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和增加患认知症风险。此外，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进行的另一项研究，摄入糖分过多的人在未来生活中更有可能经历认知功能下降和记忆障碍等问题。这项研究指出，糖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认知症疾病发病的一个因素。这意味着，我们以前包括现在摄入的糖分会在以后的人生中导致认知功能下降。摄入糖分的后果不会立即显现，这简直太可怕了。因此，如果您不想老了以后患上认知症，就一定要注意糖的摄入方式。作者在本书中强调的不应该摄入的5种精致白色食品，具体包括白米、面包、面条、砂糖和以小麦粉制成的甜点、土豆。作者希望大家能注意不要摄入这5种食物。那么，为什么这5种食物不好呢？原因在于它们含有糖毒性。比方说，如果您把肉烤焦了，用水洗一洗锅就会洗掉。但是如果您把白米或土豆烤焦了，不管您怎么洗、怎么擦，甚至加入酸或碱，这种焦糊部分都不容易洗掉。
这种顽固的胶糊被称为 ages， 即糖与蛋白质结合而无法再次分解的产物。这种可怕的 ages 就是在这5种精致白色食品的摄入后，在血管内生成的。它会与血管内的蛋白质、胶原蛋白结合，形成称为糖胶原的 ages， 这会导致动脉硬化，不仅影响身体，还会损害大脑，并降低认知功能。这就是所谓的糖毒性。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如果连白米、面包都不该吃了，到底应该吃什么呢？作者在书中回答道：关键在于它们是否经过了精制。如果没有经过精制，那就没问题了。比如说，不要吃白米，而是选择未经精制的玄米或杂粮米。这些米的外层含有食物纤维和多酚等成分，可以中和其毒性。同样，如果是面包，选择全麦面包；如果是面条，选择荞麦面而不是乌冬面；如果是土豆，选择带皮的红薯等。接下来是第4个绝对不能购买的食物——去皮的水果。大家都知道，水果对健康有益，许多人都习惯积极的食用水果。但是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很少有人会吃水果的皮？作者在书中指出，水果的健康效益主要在于皮。如果去掉皮，它的营养价值就大大降低了。去皮的水果甚至可能会产生反效果。例如，如果将苹果去皮，它就会氧化变成棕色。然而，保留皮的话，可以防止苹果氧化，这就是抗氧化作用。此外，树上的苹果即使被猴子咬过，也不会立即腐烂，这是因为皮还会重新长出来，这就是愈合伤口的作用。另外，皮的存在还能防止霉菌和细菌的侵入，这是因为皮具有抗菌作用。所有这些作用都是由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引起的，因此皮的部分含有非常重要的多酚类物质，削去皮就会使这些效果丧失。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苹果，对其他水果也是如此。例如，葡萄要想保留其营养价值，必须连皮一起吃。其他一些可以连皮食用的水果也是如此。作者希望大家尽量保持吃皮的习惯。相反，那些不能连皮一起食用的水果则不推荐食用。水果通常味道甜美，这是因为其中含有果糖。过多摄入果糖可能导致肥胖和认知能力下降。但是水果不仅仅是糖的堆积，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因此建议大家如果选择吃水果的话，一定要连皮一起吃。也许过去您习惯了削皮吃水果，但从现在开始，请记住尽量保留水果的皮，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营养价值。接下来是第3部分，能够预防认知症的3种食物。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提到了绝对不能购买的食物。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的食物，这些食物应该随时准备在冰箱里。具体来说，这3种食物是：1. 冰箱里必备的海藻醋、纳豆和酸奶；2. 全食物；3. 精选的优质鱼类和肉类。接下来，我将逐一进行解释。首先是第1种，冰箱里必备的海藻醋、纳豆和酸奶。也许大家已经听说过肠道环境的重要性，作者在本书中也强调了改善肠道环境对健康的关键。而肠道环境的好坏也与认知问题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关系。人体的脑部需要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等神经递质来传递信息，而这些神经递质的生成基础物质是由肠道细菌产生的。肠道环境恶化导致的神经递质不足，可能成为认知问题的原因。因此，我建议大家随时在冰箱里备有3种能够增加益生菌的绝佳食物。这3种食物就是海藻醋、纳豆和酸奶。首先是海藻醋。海藻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对于维持肠道健康和促进益生菌生长至关重要。其含有的氨基酸可以提高新陈代谢，激活内脏功能，产生二氧化碳，刺激肠壁，有助于调节肠道环境，缓解便秘。海藻醋还富含丰富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B6、镁、钙、维生素 D、叶酸和维生素 A 等，具有多种健康益处。
海藻醋是低热量、低碳水化合物，适合关注体重和健康饮食的人群。1汤匙海藻醋仅含4000卡热量，碳水化合物不到1克，可作为减肥的理想选择。海藻醋还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有助于控制食欲，产生饱腹感，避免过度进食。海藻醋的美味和多样的用途也是其吸引人之处。无论是用于调味沙拉，还是烹饪海鲜料理，海藻醋都能为食物增添独特的风味。除了单独食用海藻醋外，您还可以将其用于各种菜肴中，丰富您的饮食选择。接下来是纳豆。纳豆含有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益生菌和低聚糖等，是帮助促进肠道健康的重要营养素。此外，纳豆中还含有独特的纳豆激酶，可以帮助抑制肠道炎症。研究表明，食用纳豆可以减轻肠道炎症，降低特定肠道相关疾病的风险。接下来是酸奶。酸奶富含益生菌，同时也富含蛋白质和钙。乳制品中含有的酪蛋白，对酪蛋白过敏的人可能会导致不适，因此对酪蛋白过敏的人来说，自制豆奶酸奶可能是个好选择。自制酸奶时，拥有酸奶机会更方便。例如，要制作豆奶酸奶，只需准备1升无糖豆奶和市售的乳酸菌，将豆奶和乳酸菌混合均匀，倒入酸奶机容器中。然后在37度下设置8至10小时，就可以轻松制作出豆奶酸奶。接下来是第2种最佳食物——全食物。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全食物，指的是未经加工或仅经过最少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对于谷物来说，应该选择未经过精制的全谷物；对于水果和蔬菜，要尽量保留皮的部分；而对于鱼类，选择整条小鱼食用，而不是大块的鱼肉。全食物的理念是指食用植物和动物的整体，因为这样可以获得生物生存所需的全部营养素。举例来说，你们是否在吃蔬菜时剥掉了皮，扔掉了茎和根部呢？实际上，这是非常可惜的行为，因为你们扔掉的这部分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丰富营养素。所以，希望大家在吃蔬菜时能尽量将皮、茎和根部一并食用。另外，我也想再次强调，水果也应该完整的食用。如果剥去了水果的皮，那么水果就只是果糖的堆积，比砂糖还要危险。因此，不建议食用需要剥皮才能食用的水果。接下来是第3种最佳食物——精选的优质鱼类和肉类。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饮食量会逐渐减少，偏好少食粗茶淡饭，这可能导致隐性营养不良。研究表明，缺乏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会加速认知功能的衰退，因此，为了预防认知衰退，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是至关重要的。而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的最佳食物当然是鱼类和肉类，但是鱼类和肉类也存在着不同的质量，因此作者建议大家务必选择优质的产品。那么具体来说，究竟如何选择优质的鱼类和肉类呢？对于鱼类而言，作者建议大家像对待蔬菜和水果一样，尽量选择可以整条食用的鱼，而不是仅仅选择鱼片。比如说，可以选择能够整条食用的小鱼，如银鱼、虾、鲫鱼等。此外，青鱼富含必需脂肪酸 Omega-3， 这种脂肪酸不仅是构成大脑细胞的重要成分，对预防认知衰退也具有显著效果。因此，作者建议选择青鱼而不是白鱼，并尽量选择野生而非养殖的鱼类。接下来，对于肉类而言，例如由谷物喂养的谷饲牛肉含有促进大脑炎症的 Omega-6 脂肪酸，而草饲养的牛肉则富含抑制炎症的 Omega-3 脂肪酸。牛、猪、鸡等肉类的养殖方式和饲料来源会对大脑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与笼养鸡肉相比，建议选择放养鸡肉，并尽量选择国产肉类，以确保可追溯其来源。此外，近年来一些超市销售的肉类标明不含激素或注重特殊养殖方式，作者建议尽量选择这些产品。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